クルテイク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した。规则建立之后，他们打了很久，然后在1984年，在19年后，他们才弄了第一本规则。美国做事好慢，他们步调很感觉。然后他1984年弄了第一本的规则之后，他在24年后才去改版它。天哪！所以说在美国这样看起来，2008年是一个很重要的年份。对，关于匹克球的部分。那从2008年之后，他就每年会开始针对里面的内容、比赛后的一个检讨，他们会开始去逐步更新，一直到今年，每年都在翻新。那匹克球在翻新的单位是美国匹克球协会，那时候是叫 USAPA，USA 就是美国嘛，对 ，PA 就是 Pickleball Association。2008年就终于有个广播电台，是电视电台，才开始报道匹克球。然后在2019年，他们成长很迅速。2019年的时候，他们有4万名的会员，对。可是他们全国的统计，在2019年统计有330万人，这是官方数字。那不过前几天那个美国的华侨有打电话回来购联，他们说基本上今年已经有600万人。对，要不是有疫情影响，可能会更多。然后 USAPA 它在去年的时候更名了。它叫做 USA Pickleball， 所以它已经把它的名字跟美国匹克球协会已经来变成美国匹克球了。那讲到赛事的部分呢，其实美国最重要的就是公开赛，所以它在每年4月的时候，它都会举办一个公开赛。今年如果疫情结束的话，它是预计4月17号到24号，为期7天。一个礼拜。第一个礼拜打1个礼拜，因为他们有15个国家，48个州，然后2161位选手报名参加，然后那时候奖金有到540万美金。540万美金？540万美金吗？对，54000。那今年呢有开放报名，已经截止了，然后有2600位选手。然后入场观众有13000。还蛮多的。对，可是他今年有疫情会不会影响？他到现在不知道要延后还是怎么，不晓得。不过知道的是2020年已经取消了。那除了这个公开赛之外嘞，6月跟11月的时候，6月是他们美国全国室内锦标赛，因为一般他们都打室外，包含那个公开赛是室外的，不过他们有很多人是喜欢打室内的，所以他们室内锦标赛他们会办。在11月的时候，在美国有一个很著名的网球俱乐部玛格丽塔维尔，很漂亮的一个地方，他们在那边打匹克球。匹克球最高奖金是出现在这个地方，7万5。对，你只要这3个地方打到有冠军，你拿牌的话，其他地方的地区赛他们自动帮你报名。所以各地方几乎每个月都会有比赛，所以在美国每个月都有重大比赛。其实他们以发烧这2个字来形容这个运动。那我们在台湾的部分的话呢，还有亚洲的部分的话呢，我们就请苏怡教练来跟大家介绍。对。2006年创办了中华民国匹克球协会。那刚开始我们先从台中发迹，然后慢慢的发展到南投的埔里，然后再慢慢的到高雄、屏东。那往北的话，从台北开始，然后往下到新竹，到苗栗。基隆还没有。基隆现在其实有一群网球选手在打，对，是台湾顶尖的网球选手，真的对，很有名的。那除了地域性的推广活动之外呢，我们也办了一些专业的讲习。从2016年到今年呢，我们教练讲习总共办了4次，裁判讲习也办了4次。台北匹克球协会呢，他们也在去年办了2次的教练讲习，跟1次的裁判讲习。那其实我们的主机还跨到马祖地区办了1次的教练讲习。那这边特别提到，就其实在我们创立的隔1年，我们还针对香港的种子教练办了1次教练跟裁判的综合的研习。香港的朋友，嗨，没头啊！
我们其实从创立到现在，我们也办了总共7次的比赛，这当中包括3次的国际赛。那每一次其实参与的国家人数都非常的多。更重要的是说，从台湾慢慢发展到国际之后，我们其实在去年的3月，我们还创办了所谓的 AFP，也就是亚洲皮克球联合会。那我们现在总共有11个会员国。对，那要不是疫情的关系，要不其实老实讲，在我们去年12月初第一周的那个亚洲杯，其实就有所有的会员国都会来参加。我们人数，我们本来预估是大概可以到达1000到2000人。对，当然 AFP 这边呢，我们其实在今年下半年也有许多的赛事，请大家就是敬请期待。如果疫情好转之后，我相信这个赛事会非常的盛大。对，好，谢谢2位教练的讲解。反正我们如果有任何资讯的更新或者是公告，我们都会放在我们的国际匹克球学院的粉专。粉专在这个下面，在这个下面，请大家去按个赞，然后追踪我们的讯息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。クルテイク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した。5万是什么美金吗？5万4。5万4啦，5万4美金是多少？160万。那刚刚不是说54万美金吗？是他们公开赛的。5万4。5万4，又讲错了。讲错了。好，5万4。那